许谁呀？马战哥来了。好久不见啊！是啊，马上到午饭时间了，你别走啊，让阿姨经理私人请咱们吃顿饭。就是啊，等吃完饭再走。要吃你俩去吃，我才不吃呢。小娟儿，别当电灯泡啊！我走了。干嘛？老马。你一连几个电话催我过来，什么事儿？来，请坐。是这样啊，杨薇薇同志，我觉得我特别需要你。胡说什么呀？我没胡说，我说的都是真的。由于本人高中学历，才疏学浅，哎，还有我啊，本人技校学历，嘴拙手笨。是这样，我们两个呢，连一份合格的投标书都做不出来。咱们这个销售公司马上就要正式运营了，这接下来会有更多更困难的事儿要做，所以我们现在急需要像你这样的高文化、高学历的人才加入。我们特别需要你。现在，我作为销售公司经理，正式邀请你来当我们公司的副经理，请你一定要答应。对，一定要答应啊！被需要的感觉真好。欢迎杨薇薇同志加入我们销售公司，欢迎。辣椒大馒头啊，辣椒大馒头。给。哎呀，鱼啊！青椒肉丝，清蒸鱼也来一份。好嘞，烧肉来了。红烧肉也来一份。好嘞。不，我说李师傅，你一人吃仨菜，这还都是
混呐。哎呀，在厂里这红烧肉，红彤彤，油滋滋，香喷喷的，哎呀，让人闻着都香。这3年来，我吐着口水，没舍得吃。今天不发了工资了，一定要来一份。来，我多给您几块啊！哎，好。好。陈爷，给我来红烧肉。好家伙！哎，你说这帮人烧包不烧包？刚不发了工资，就不知道细水长流，慢慢享受，非得都赶着今儿来食堂大吃大喝的。哎，就是啊，你看看，哎，这么多人，那不得把我媳妇儿给累坏了？我妈今儿早上4点就起来了啊，要干嘛吗？她告诉我今儿要多做500多斤红烧肉。你们想去吧，多做500斤，500多斤，这代表啥呀？啊，代表我们的幸福指数提高了，提高了，生活变好了。啊，真的。你先帮我打一下啊，红烧肉啊。媳妇儿，我能不能插一下队啊？可叔，您找我。不是您别这么盯着我呀，盯得我直发毛。是我要做错什么事儿了吗？我盯着你发毛，那谁盯着你不发毛啊？周书记，稍微好点。你想让他发毛也没这个机会了。周书记调到总公司去了，今儿就走。啊？他嘱咐我们老哥几个别吱声，他自己想悄悄地走。这么多年来，厂子里边最疼你的就是周书记。我认为你应该去送送他，跟他告个别。哎，周书记，周书记。不知道周书记呢？不知道啊，他去收拾东西，让我在这等他。周书记，你怎么能不让大家欢送一下就要悄悄离开呢？还是葛厂长告诉我这事儿的。刚刚去您办公室，什么东西都没了。我这一想，您肯定是来这儿跟申总工道个别。是啊，一看见这些设计台，我就想起来，申总工在这儿伏案工作，设计图纸时候的样子。耳边好像又听到了他跟我说过的话。他说，五改期成功了，下个5年的工作重点就是要研发第2代发动机。可是天不遂人愿呐，申总工没能完成自己的夙愿，就突然离开了我们。他女儿沈夏本来可以继续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可是也因为一些原因离开华企了，所以第2代发动机的研发工作停了整整已经6年了。我这心里边着急呀。这一年咱们对南方市场的开拓，总体来讲还是成功的，可以说我们抢占了先机。但是，就一直因为发动机的供应问题，紧紧地掐住了我们的脖子，所以第2代发动机的问题迫在眉睫。周书记，您放心，廖总工跟我说过，他现在正在组织专家论证咱们华汽2代发动机的可行性方案。我呢，也会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积极地参与到研发当中。好。周书记，因为您，我留在了华企，找到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因为您，
我去了3产公司，找回了消失已久的自信。因为您，我成为了销售经理，找准了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周书记，谢谢你。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拿咱们厂的孩子们都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你们取得的每点进步和每个成绩，我都由衷的为你们高兴。华西的下一步发展，就靠你们这代年轻人了。小子，加油，别让这帮老家伙失望。Max， 照片拍得非常清楚，图纸上明确写着华汽第2代发动机概念草图，这比把潮汕车队拱手让给华汽的行为更加恶劣吧 ？Max， 这一次我算是拿到直接证据了吗？我更感兴趣的是你是怎么拍的这些照片的？你是偷偷的进了摄影的办公室吗？这里是5星级酒店，每天都有保洁人员进进出出打扫卫生，想要进入谁的办公室还是很容易的。你就说吧，这回怎么办？这不过是一个直喷发动机的概念草图，我看了一下，技术上比我们落后了20年，不值一提。技术上是落后了20年，不值一提，但是他拿着威曼的钱，却画着华汽的图纸，这就值得一提啊！是值得一提，但不是现在。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中国人不是常说一句话吗？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句，不破楼兰，总不还。这一次你错了，是终不还。当然，最迟明天啊，一定得给我信儿啊！啊，经理包裹。哎，好。这是嘛呀？这么大一箱子。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部队在下个月要组织一次高原试车，咱们华汽也受邀参加，跟3个国际品牌的车队当场比拼。上午跟葛厂长商量了一下，他决定这次试车由你来带队。长安啊，我们希望借这次试车的机会，能向其他同行证明，华汽现在虽然已经开始了企业改制、军改民，但是生产制造军车、为部队服务，永远是我们华汽的光荣传统和必须继承的精神。周书记，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走了。哎，您慢点。周书记，等有时间了，我一定去北京看你。您保重啊。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棍儿哥，哎，慢点来。没问题。哎，有你一包裹啊。嗯，谁寄的？不知道啊，寄给你的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拿工具来拆开看看。哎，
爱长安，请将直喷发动机的概念草图一共6套交给华汽审下。太好了，咱们华汽即将有2代发动机了。看来接下来的2件工作对咱们来说都至关重要。第一件就是德国总部的副总裁汉斯即将会带领一个决策小组来中国考察筹备建厂的事情。一旦成功，那么将意味着中国将会成为威曼集团在德国本土之外的唯一一个生产基地。这件事对于威曼中国分公司来说至关重要。第2件事呢，就是我们已经受邀参加中国军方组织的高原试车活动，这是中国军方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国外品牌敞开大门。如果能确定下来的话，那对威曼的品牌影响力将会是非常大的。还有，如果能把部队的订单拿下来，那就不是单单的几百台车的问题，而是在未来的5年内，订单的总量至少会在5000台以上。Nick， 这2件事我们要分头负责哈。你知道，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参加高原试车，所以只能你去了，而我来负责接待汉斯和决策小组。马库斯，其实我觉得这么安排可能不太合适。这次决策小组来呢，汉斯已经提前跟我打过招呼了，希望由我亲自带领决策小组在3个候选城市分别走一走、看一看，而且还让我把1年以来所有的筹备工作做一个专题，亲自向筹备小组汇报。所以这次这个你不用担心啊，3个候选城市我可以带他们转，你的报告也可以由我来跟他们宣读。马库斯，你可能没太听懂我的意思。马库斯，其实最适合带队参加高原试车的人是我，因为我曾经作为技术顾问去过云南前线送车，跟部队打过交道。既然你跟尼克都这么忙，那我就毛遂自荐吧。这次高原试车不仅有3木，还有华汽。华汽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有了上一次潮汕车队的事情，你再去就不合适了。毕竟这一次竞争远比上一次要重要得多，一点闪失都不能有。你觉得我会出什么样的闪失？如果我不适合去，那就你去吧。好啊，马库斯，我倒是觉得这次我去最合适。高原试车毕竟是有危险的，你们2位你兴趣都不太合适，我还是建议由 Nick 带队。你好，深圳威曼。OK。Max， 找你的。Yes. Yes. Okay. Yes, yes. No problem. Yeah. Bye bye. 那好，我们时间很紧，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Nick， 你留下来跟我一起接待汉斯他们。
那 Sharon， 由你带队参加高原试车了。哎呦，好香啊！做什么菜呢？京酱肉丝啊！哟呵，您这儿跟我说话呢？嘿，新鲜！我儿子天天加班，也顾不上吃饭，我做俩地道北京菜给他送过去，食堂吃不到。我今天啊，正好也做了2个菜，一个熏鱼，一个肉丝炒年糕，也一块带去吧。汤医生，我跟这大院住了30年了，跟好多家拼过菜，跟您家还是头一回。我不是跟你拼菜，我是让你把这2个菜给我女儿带过去。你儿子加班你心疼，难道我女儿我就不心疼吗？这你可想错了，我做的菜里边本来就有您闺女一份儿。我可不像某些人只顾着自家孩子。是吗？你对别人家的孩子也关心啊？你自个儿回去问问呀。我每回送过去的饭，是不是都有他一份儿？孟宝珍啊，我问你，你真的会替别人家的孩子着想吗？怎么着？您干脆竹筒倒豆子，说话痛快了。你说吧，你儿子呢当了销售经理，聘我女儿当了副经理，2人一起上班，一块走一块回。你这个院子啊，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一对，但是你们男方呢，一直没有个态度，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想问问，你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啊，这事儿啊，我倒想问问您呢，您闺女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呀？行了，宝珍，今天我来特意问你，就是表明了态度。你呀，别占了便宜再把别人往死里踹，我就不相信你儿子的事儿你就不着急。行，如果你不着急呢，那我就走了。哎，嘛呢？听话听音儿，快！这就对了，我就想听你表态。副总裁汉斯，他居然直接从德国把电话打到了省下的办公室，时间地点卡得这么准，看来这事有人提前安排好的。你可这个人以前太轻视了，用你们中国话怎么说？无毒不丈夫。看来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手段也是很毒辣的。这一次，汉斯带领决策小组到中国来，就是要最后确认是否在中国建厂。这么重要的事情，尼克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排挤出局呢？马克思，我认为这一回啊，是你想的太简单了。而且现在看来，这个副总裁汉斯对于尼克是真的很欣赏。现在尼克已经赢了一局了。我们不能让Sharon再赢一局吧？这次高原试车，我看了军方的要求，从技术水平上来说，我们比华汽强；从稳定性来说，我们比三木强。所以，威曼胜出的可能性极大。虽然这个过程会辛苦一点，但是由谁来带队，肯定会在履历表上写下漂亮的一页。所以 ，Marks， 你需要做出修改，
宣布由我来带队去参加高原试车，至少这样我们还能扳回一局。Max， 我在跟你说话呢。我说应该由我来带队去参加高原试车，不能再让沙人去了。我并不关心 Sharon 要做什么，我要反对的人是 Nick。下播了啊！你说咱俩啊，这么多年相互瞧不上，但在这事儿上，我态度可明确。微微这孩子，不论长相还是脾气秉性，都随他爸，我很满意。关键是，你儿子到底怎么想的？保证你得跟我说句实话啊！你也知道我女儿的条件啊，这院子里好多小青年都追着呢，她一个都不看。那保不准有一天她忽然想明白了，在中间挑一个优秀的，那也是分分钟的事儿。是啊，我那儿子不省心，我天天呲了他，不珍惜眼前人。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儿子还想着沈家姑娘？也不是。你想啊，一出戏再好看，那戏散了也得走出戏园子，不是？那些感动的画面，哎，过一阵子你早忘得一干二净了。时间是良药。我听你的意思是说，你儿子把沈家姑娘忘了？我觉得是，起码就近1年，他没再提过。行啊，老甄啊，既然你这么说，我们俩都做父母的，该给孩子推一把的时候，就应该咵推一把，推，得推，必须推。这，哎，那个婉如啊，是这样啊，我儿子最近忙，你也知道。等他一回来，我就当一回佘太君，五花大绑，把这杨宗保押到穆桂英面前，让他当面表个态。好的，好的，好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保证啊，保证啊！哎，我们俩吵吵闹闹这30年，你没赢，我也没输，但是这一回我们俩要一起赢。得了，商人，我要跟你谈谈。我现在没有时间。这1年，尼克受副总裁汉斯的直接指挥，负责筹备建厂的事情。他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证明他比 Max 优秀，最终挤走 Max， 坐上威曼中国的总经理。我奉劝你，不要在一位同事面前议论另一位同事。况且，这2位同事的职位都比你高。更关键的是，这2位同事还是同盟军，我说的没错吧？而据我猜测，南方分公司经理绝不是你的最终目的。我希望你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揣测别人的想法，不但没有意义，还会给自己增加烦恼。其实，尼克会不会去跟 Max 竞争这件事情，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还是想给你一个建议：这次高原试车你不应该去。为什么？上一次潮汕车队的事情，你出卖公司利益，我写了举报信。而这一次高原试车又会跟华汽同台竞争。如果你到时候能够拿下订单，一切都好说。但最后如果让华汽拿了订单，后果你想过吗？
我连你写举报信的事情都能承受，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不管尼克和 Max 的竞争结果到底如何，你都没有必要再在工作上出现任何差错，不是吗？我恰恰觉得，为了工作上不出现差错，我必须领队参加高原试车。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了吗？你在举报我的时候，跟我商量过吗？到我家来表态，表什么态啊？当然表该表的态。那为什么是钱也要带着他来？是您去跟他说了什么吗？我怎么会主动找他呢？农妈好歹是大名鼎鼎职工医院的内科主任，而他呢？这个工作不分贵贱，是吧？这个食堂工作也很重要啊，别老跟孩子灌输些不正的东西。是钱宝珍，钱宝珍下午主动来找我的，说你们俩年纪都不小了，所以想问问我们对他的儿子印象怎么样。钱姨这么说的？当然。那您怎么说？那我怎么说呀？我知道我女儿在心里有别人家的儿子，我也不能承认呐。我只说了一句：“行啊，有事儿可以到家里来谈。”妈，这件事你们大人就别管，我自己心里有数。哎，你心里有什么数啊？啊，你们年纪都不小了，一块上班，一块回，一块去的，工作倒是忙到一块了。那妈问你，还有别的吧？没有别的了。怎么可以没有别的呢？那可不行。不过妹妹啊，你放心。钱宝珍啊，亲自跟妈说的，他儿子啊，好久没有说起沈夏了，他觉得应该早已忘记了。钱姨真这么说的？当然了，所以妈觉得，既然他已经忘了那个人了，你们俩岁数又不小了，就应该往前推进一步。现在男方主动提出到家里来谈，咱们女方啊就摆摆架子，在家里等着就好了，晓得了吧？这话怎么说了啊？咱们家闺女要谈个恋爱，还得等人家心里没了别人才能谈。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啊，我自己家的闺女我自己疼，即便她一辈子不嫁人，我这当爹的也养得起。哎，先说什么呀你啊？这是养得起养不起的事情啊！不是，真是的。薇薇啊，这件事呢，你不要听你爸爸胡说八道的，你听妈的，晓得了吧？老爸说的对。记住了啊，这个重活呢千万别干啊，不要弯腰拖地啊，也更不能提重物。哎呀，反正就是说，所有让你觉得累的事儿，你千万都别干啊。还有这个吃东西啊，我知道你胃口变好，那也不能一直吃啊。你看你都啥样了都，对不对？是不是？那个一定要少吃多餐，这样呢还能减轻那个孕吐的反应啊。我行啦，我的事你就少担心了。那我怎么能不担心呢？这刚怀孕3个月，真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哎，你看你这妹夫怎么样啊？青青，不好意思啊，这次试车把和平带走了，半个月之后绝对还给你。长安哥，你可赶紧把他带走吧，省得他天天在我耳边叨叨。小军儿啊，看啥呢？我这看我那老爸爸呢，他也不过来。哎，
你说这我第一次跟部队过去试车，也不说过来送送，还说呢，你爸也没来吧？你爸也没来吧？哎，你说这要搁以前，咱出趟远门，那恨不得追着屁股后面赶都赶不走。得了吧，得了吧，都多大了，咱都多大了啊！我跟你说，在父母眼里早就可以独挑一摊了，所以不送，不说，这是最好的祝福，也是对咱的信任。说的没错啊，长安，你们就安心去参加试车，家里边有我在的啊。家里有你在，我们哥儿几个倒是挺放心的。真逗。长安，哎，这些干粮你们拿着路上吃。哎呦，谢谢薇薇，谢谢薇薇。快过来，来过来。哎，对了，这个咱公司的骨干都被我带走了，公司就得交给你了。对了，昨天我妈说等你回来，钱一会陪着你到我家说点事儿，你知道吗？什么事儿？试车队集合。哎，那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吧。啊，走。等你回来。好。同志们，这次咱们高原试车的2300军卡是在咱们原有7吨车的基础上研发出来的13吨的新车型。这一年呢，咱们的军改民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是咱们全厂职工不懈努力、共同奋斗的成绩。效益提高之后，我们也对全厂职工的工资进行了补发。我相信大家最近都吃上红烧肉了吧？所以这次高原试验，我们必须成功，这样就可以让咱们的同行以及消费者看到咱们华汽的实力，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订单，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到那个时候，红烧肉就不是一块一块的吃了，是可以一碗一碗的一直吃下去。安长安同志，到。这次作为试车员，还有销售经理，完成好任务，责无旁贷。为了能让大家伙儿顿顿吃上红烧肉，我们试车组保证完成任务。好。同志们，借着这个机会啊，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总公司委派刘正国同志担任咱们华汽的新党委书记。咱们接下来，我们请刘书记跟大家说几句。非常荣幸，现在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华汽人了。我跟华汽啊很有缘分。我刚当兵的时候，我就听说华汽的2150车那是英雄车。等我上了战场，又是咱们华汽的2190拉着重炮冲锋陷阵，所以我对华汽的敬佩和情感，那是由血和火灌注而成的。如今，咱们华汽又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浪头上，1年的时间，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厂子扭亏为盈啊！这让我看到了华汽精神在高高弘扬。试车队的同志们，全厂职工等着你们凯旋。出发！出发，走。同志们，这次高原试车，海拔超过了5000米，温度低于零下20度，严酷的自然环境既是对卡车性能的考验，
更是对大家顽强意志和生存极限的挑战。但是有一点呢，可以对大家做个保证，那就是这一路上都会有我们的兵站，后勤保障是安全无忧的。最后，我对3家车队要提一个要求，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这次高原试车当中，除了必不可少的工作交流以外，任何队员都不允许私下闲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的话讲完了，明天一早7点准时出发，散会。小夏，那6张草图，戴参谋说的话，你忘了吗？